飞神车挺好，竞速猎豹少不了。听过不如见过，现在杰米也是弱了一台啊，我们一起看看这辆车到底怎么样。既然是一个开箱视频，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车的盒子里有什么东西啊。我这是一个高配版本，还有就是我加了一些其他的配件，所以说跟普通版本有些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呢，所有的小伙伴都会收到一个说明书，里面有爆炸图和配件列表，比较方便维修去查看。再就是一套小工具啊，拆轮子和内六角。遥控器呢，如果是原厂的话，带的是GT15的一个遥控器，就是飞神自己家的遥控器。但是我这个是高配版本，所以说配的是一个小飞象的视通的X10P 的一个遥控器，还有一个贴纸是大家都会有的。我是选配了一套全车的螺丝，方便以后维修。还有一些易损件主要就是避震器的底座和这个上面的前摆臂，然后还有一个尾翼的支架。由于这个车是配了新一代的超音速电条，所以我给它配了一个这个卡，用来调整参数用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电池了我是配了战斧的60C6000毫安的一个电池，2块 3S， 这样是 6S。那我们说到电池呢，肯定就是要打开看一下电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看一下它的电压是多少啊。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包括这里面有说明书，我们都要仔细读一下，注意事项什么的。对我们的操作还是有一定严格要求的，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充过放那这一类的。我们先看一块电池，看它电压不一样，然后有没有在存储电压上。11.5 3.83 3.87 3.81，这是可以的然后第二块也是11.5 3.83 3.87 3.81。 OK， 这个拿在手里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比普通电池稍稍重一点因为它钢板的结构嘛。这个电池好不好还得是日后用的时间长一点，对吧？然后看自己体会会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说实话，电池品牌很多，不是哪个品牌就没有问题。我用过一些大厂的电池，也有鼓包的现象，也有过。所以说这个就是路遥知马力了，以后再看吧。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外观这是一个1:8的竞速卡车型长大概是570，宽405，高是205，轮距有360然后这个配的全地形的轮胎尺寸是145手感还是不错的，里面的支撑有海绵。它这里面有这个排气孔玩水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把它贴一下堵一下，防止灌水。如果不小心进水了，也可以在中间的位置开大概4个小洞建议用东西烫4个小洞，然后给它水甩出来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车的前部呢，是有2个 R 扣带这种防丢的设计还是不错的。然后上面有个防蹭条也是不错的以后坏掉还是可以更换，里面有螺丝锁紧的。这个整个车的车壳看上去还是非常非常帅的，实车要比照片看上去更好看尤其它是这种黑色车壳带这种圆圆的这种小点的这种设计感觉像不像那个漫威的那黑豹呢，对吧？向查德维克致敬respect。 然后它这个尾部呢也是2个防丢的 R 扣的设计，也是挺好的。整个这个 PC 这个车壳看上去还是比较结实的是比较耐摔的那一种。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它这个底盘整个是用了一整块的一个6061的一个合金底盘，并且加上了很多冲压的这些，以加强整体的一个刚性。用的螺丝都是12.9级的2和2.5的螺丝这个底盘呢已知的问题就是前面这个防撞的地方它比较小它会容易把这个尼龙件撞破，然后顶到这个前沿的位置，并且后面也没有一个防擦防蹭的设计这样飞坡起来下来的时候还是容易撞坏不能撞坏吧，就是刮花这个后面这个底盘的地方。所以呢等一下我要加装一套这个小护甲，在前面就是4个螺丝紧上就行了，把前后都保护一下。这个是从那个七叔那里买的可以去他的那个淘宝店自行购买一套，感觉还是不错的。OK， 那我们就主要看一下车里面的这个结构因为这个车也出了有1年多了，所以说具体一些参数很多 UP 主已经更过了包括在班长模型的它的那个
淘宝店里也有很多它的介绍，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我就感觉这个车整体上看上去用料是非常的扎实，而且这些金属件都是特别的厚啊，包括你比如说这个前蝴蝶板，它达到了5毫米的一个厚度啊，5毫米厚度就相当于莫哈维或者是这个阿尔玛的这些 EXB 的这个等级了啊，很结实，而且很贴心的，它在那个避震器上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这个保护罩。这挺好的。然后其他部位的一些金属件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支撑，然后还有底盘，还有转向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啊，这个转向杯里面的一个金属都用了3毫米的一个合金，所以说在这种比较容易断的地方，它用到了比较结实的金属是非常好的。OK， 我们就主要看一下它这个电摄啊。我们都知道原厂电控是用的好盈的 8BL 150安峰值电流，大概是950安的一个电条，它配的是一个427式2000 kV 的一个无刷电机，那个原厂电机大概有2800瓦的一个功率。这个高配版本呢是用的一个超音速电条160安的一个，它的电流峰值达到可观的1080安，然后配备的是一个大尺寸的4292，看这个长度，手放这里，这个4292的一个无刷电机2000 kV， 相当于有4300瓦功率啊，这是原厂那个4274的1.5倍以上了。然后因为是高配版本，所以它的舵机用到了是35公斤的金属防水空心杯的舵机。它这个舵机加上现在这个 BEC 输出是8.4伏，所以说整个的反应速度还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会通电给大家稍稍演示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电机后方是有一个感温接头的啊，它这个感温接头通到这个电条里面，电条就可以感应它这个电机的温度、工作温度，一旦达到一定设定值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比较安心，因为电条自己会把它降速或者是给它停止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它这个设置卡也是比较的好用，一共有15项功能大家可以自行去调节需要怎么样一个设定。它整个这个电条的对电池的管理还是比较好的，可以尽量延长电池的寿命我是把它设在了一个3.5伏这样的话就对电池保护比较好。这个电条在你不进行任何操控的时候，它5分钟会自动断电，然后在低电压的情况下，2分钟之后它会自动断电。然后关于这个后避震下面这个支架容易拉出来的这个问题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吉米螺丝往下拧个1圈或1圈半，让它这个吉米螺丝顶到这个底盘，这样的话可以尽量减少这个轮在腾空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让它进行一个更少的一个拉扯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减震器，所有减震器都配了一个这种橡胶的保护，这样挺好的，有效避免了石头灰尘这些东西、水那些脏水去影响这个避震的顺滑性。OK， 那我们就迅速的装一下这个前后的护甲OK， 然后我们把这护甲对齐。整个这个设计是很严丝合缝的主要它是这个前面这个角度的设计，让你遇到有石头的时候能把这个车给它推上去不至于卡在那个石头或者是撞在什么地方，然后给它卡住，所以还是不错的。主要一个导流的设计然后后面的安装方法就是一模一样的，我就不做赘述了好，我们前后这小护甲已经装完了然后这个吉米螺丝也调出来了一点，让它刚好可以顶到这个限位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装上电池，看这个舵机反应速度，还有这个车转起来是怎么样OK， 遥控器装4节5号电池，然后开遥控器，记住一定要先开遥控器，再开电条。OK， 我们看一下。OK， 那我们看一下转向还是可以的，可以用这
如果你再想要追求更高的速度，就可以换控啊，再换舵机了。但是这样我感觉已经可以了，对于这个车来讲已经可以了。那好，我们看这个车动起来也是非常的顺滑啊，整个动平衡也好，还有它的转向的反应速度都是 OK 了。然后这个车装完电池放下来之后，感觉这个减震稍稍有一点偏软啊，是偏姿态的那种感觉。如果大家想要飞坡呢，落地比较狠呢，可能还是需要把这个前后的脚牙避震再往下调一调，让它这个更紧一点啊，或者是考虑把这个1.8线径的圆环给它换个2.0的，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好了，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晚一点会出它的下地视频啊，还有车速视频一类吧。看看这个新的电条和电机组合，它配的12T 的齿轮是比较保守啊，可能是比较追求这种反应速度和扭力。那我们也看看它4S、6S 能跑多快。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peace out。